中国的外交部长非常特殊，他是典型的四高干部：高职、高权、高经费、高风险。在这轮外交部长的暗战当中，如果说王毅的马仔马朝旭能够上位接了部长，那习近平看中的刘海星咋安排啊？如果说老习给刘海星一记嘱托的话，我想应该是一定要管好你的下半身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22号。最近网络上在传啊，下一任的外长是王毅的得意干将，就是现在的常务副部长、正部长级的马朝旭。这事儿靠谱吗？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，咱们共同探讨。首先说啊，我认为这个概率也只有40%多，应该不到50%。另外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呢，某些方面是对他造成碾压的。在展开讲之前啊，咱先说一下中国外长为什么这么看重要争夺啊？有很多人已经折戟沉沙了，原因是他是典型的四高干部。首先说吧，高职，你接了外长，下一步的就是国务委员，直接就副国级了。你看上一任秦刚啊，驻美大使直接回来国委员了。所以说高职是第一步的，如果你当了外长，这就是走上了晋升的快车道。第二个，高权，外交部啊是整个中共体系中的大部，而且是超级大部。你想一下，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外使团，我算了一下，接近1万人。你看看，这都仅次于美国的外交系统了。这么多人升官，不都得部长您来操心吗？第三个是高经费，中共无论是说搞金援外交，还是搞对外援助，商务部啊是干活干项目的，给谁不给谁，给多少，外交部有相当多的自主权。那第四个就是高风险，秦刚的事儿咱已经知道了啊，不用多说。既然说外长是个热门职位，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什么呢？一句话就是习有自己的人选，而王毅啊也有自己的人选。很多朋友就问了，这不是老习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你王毅不顶多是个政治局委员外办主任吗？但是呀，中共自古以来都要讲究一个平衡，你不是什么事儿都是你总书记都能干得过来的，你仍然要依靠这些具体执行的技术官僚。所以说啊，王毅手里的牌就是现在我耕耘了外交部半辈子，很多马仔人马驻外大使都是我的人，你不可能一下子都换的。所以啊，双方是一种博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王毅为什么中意现在的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啊？因为马朝旭正是他一手栽培的。咱们来看一下马朝旭的简历，他一开始第一个提拔他的贵人是上任的外长，叫杨洁篪，那时候还是胡温时期了，他已经干到了新闻司的司长，后来呢又担任了部长助理，也就是说能给他提到副国级的、副部级的是杨洁篪。但真正后2步啊，才决定他大幅度的提升，就是老习上任以后，把外长换成了王毅，王毅啊就猛地提拔这马朝旭。第一个，你不部长助理吗？说是副部级，实权有限，我直接给你一个实职副部长，让他管新闻司和好几个司啊，都是核心部门。后来啊，在2023年1月份直接提成了正部长级。虽然说你副部，但大家都知道你是常务的正部长级，距离部长就1步之遥。这里面有个时间节点啊，他这正部长怎么来的？是因为秦刚担任了外长以后就被人家构陷了，毕竟他下半身不干净，和那个傅小天女士不还生了一个孩子吗？孩子还是美国生的，你个中国外长有个美国儿子，这咋整啊？这肯定是忠诚出了问题呀。所以说老习不得不把自己的爱将给拨了下去，外长就当了7个月。你看2022年他拨了下去以后，2023年1月份这副部长就扶正了。本来啊，王毅是要推自己的马仔接这个外长的，但是啊，
老西心里是不同意的。你既是外办主任，底下具体干活的又是你的马仔，那我老大怎么能干预外交系统呢？这跟老毛一样，老毛是要管外交的，而且把汤文生和这个王海荣啊直接进去都架空了外交部长了。那接下来啊，他不能让王毅如愿，于是他推出来的后备人选也是自己的浙江帮的体系，叫做刘建超。刘建超也是个干才，一开始啊，在外交部也当过新闻司的副司长，也驻外国大使。后来呢，我看了一下，他担任了浙江省委常委和纪委书记。老习是很看重他，让他到地方历练了一下，也进了副部级，回来提了正部，担任了中联部的部长，级别有了，驻外也有了。本来啊都已经约定，既然说秦刚下去你接吧，但是啊，又是因为下半身的问题，据说给某些演艺人士传出了男女关系，又被调查了。现在啊，官宣免职啊，仍然没有说具体犯了什么事儿，说明的事儿不大，但是呢，很糗，不能当外长了。你看，老习的2任人选都被王毅在外交系统的人马给你扯下来了，你举报了，谁让你下半身不干净呢？所以现在啊，王毅认为自己啊可以功德圆满，我退了以后，我的马仔啊，要么接外办副主任，要么就接外长，本身就已经到了正部长级了。但是现在别忙，因为啊，老习他有第3张牌，就是这个刘海星。这刘海星啊，履历非常完整，咱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是老习看中的。刘海星一开始一直是在外交部担任欧洲司的司长，也驻欧洲担任过这个大使，履历啊没问题。后来啊，他调到了哪儿呢？调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，就在老习身边当差。当然了，具体负责管他呢是蔡奇，干了8年啊，老外交干了8年国安，现在干嘛呢？现在担任的是中联部的1把手部长，正部长级了，而且是20大的中央委员。你看，无论是这个资历，还是这个在老习身边的信任，是完全碾压这个马朝旭的。马朝旭可不是20大的委员呢，他无非是有这个他的老师王毅的力挺而已。你看这俩人啊，现在就进入了白热化的竞争，距离明年21大就1年时间了。所以说啊，老习嘱咐这个刘海星的，实际上最关注的事儿，把你的下半身管好。你看看这个傅小田拿下了这个秦刚啊，另外的演艺人士据说姓张拿下了刘建超，你可千万别再被下半身拿下了，不然的话就没有理由再推别人了。目前这就是竞争的格局。那你说有没有出现另外一种可能呢？有，那就是双首长制，就是接下来外长啊负责什么出访干活的仍然是马朝旭。第二啊，他有可能为外交部派一个党组书记，也是正部长制。这党组书记管什么呀？管干部，管晋升，管把家守好。所以说啊，干活的和负责政治安全的各守一摊，这是一种选项。当然了，也有一种选项呢，就是你王毅啊退休，让这个中联部长刘海星啊接你的位置管外交，你的外长再厉害，不也得在外办下边听差吗？好，这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不一定对啊。如果对于接下来的外长人选，您有自己的认知，咱们在留言区好好聊聊，好吧？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明天再会。